生命灵数缺4的人有个自己从来没发现，但旁人一定都会认同的，就是你会乱花钱。在否认之前，先来用几个问题测试一下：你会带水壶，还是口渴了就去便利商店买水喝？你会带面纸出门，还是需要时再去买就好？是否认为能用钱解决的事都是小事？要为这种小事伤脑筋，不如花点小钱消灾就好。唯一搞不懂的是，明明没花大钱乱买奢侈品，自己竟然会变成月光族，月底常常很紧绷，怎么想都想不通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不管你是缺4的人，还是身边有缺4的人，只要看完今天的节目，就能溶解双方的误会哦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拿回你的人生主导权，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。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小铃铛。嗨，大家好哇，我是喵喵大师。今天来说生命灵数缺4的人会怎样，马上用你的灵数来签到，就不会找不到了哦。来说说缺4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会有人缺4呢？这是指出生日期和计算生命灵数的过程中都不曾出现数字4，就算是缺4的人。像2000年2月2日生日的人，没有出现4就入选了。接着计算生命灵数，把2加2加2等于6，算式和结果2个区域中都没出现4，就完全确定了，是缺4的人，也是今天的主角哦。赶快用这个方法来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缺4，也可以算算身边的人有没有缺4哦。为了不要伤及无辜，来看个可能搞错的例子。生日2000年3月9日和前面的例子一样，日期没有，第一步骤过关入选了。再来计算生命灵数，把2加3加9等于14，再把14变成1加4等于5的5号人。乍看之下，2000年3月9日生日的5号人是缺4的，但其实不是哦。计算过程的数字14有4，14被称为剧本数，对个性有很强的作用力，就算只有一个4，也不能小看它具备的实力，所以不能只看日期就宣布缺4哦。那么先来认识生命灵数的4代表什么吧。数字4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安全感，而家是我们最基本的心理安全基地。个人的内在安全感高低会直接投射在居家环境的布置、行为习惯和对空间的使用方法上。居家环境的样貌对不够熟的人来说是看不到的，唯一藏不起来、最好观察安全感的表现方式，就是个人的金钱观。针对存钱和花钱的这件事，从概念、动机到行动上会彻底显露无遗。因为数字4的特色有点像是一种预防能力，让人在问题发生前精确地准备自己需要的东西，而钱是进行交换时最好用的工具。在高度安全感的需求推动下，你会开始自我精进，练到怎么用钱能换到既安全又划算的全部需要。而且数字4最厉害的地方是会照顾自家人，认定的好朋友、好同事都会算进来一起照顾。因此数字4很多的人或是4号人，就算脾气不好，也常是团体里受大家依赖的人。重点来了，那么缺4的人会怎样呢？没有安全感的能力就很危险吗？当然不是，需求还是在，但会有点问题。请把数字4的安全感理解成一顶安全帽，有4的人是出生时就每天都戴在头上，缺4的人是出生时嫌热嫌麻烦不肯戴。正如戴安全帽是在万一发生事故时的安全措施，那么不戴安全帽就是不想为万一搞得紧张兮兮，等万一发生了再看着办，这就是缺4的状态。意思就是你登入时就决定不戴安全帽，这可是你灵魂想要的预设值哦，没想过吧？灵魂竟然这么叛逆，难道缺4有好处吗？有的，这留在会员福利里面说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按加入。让我们回到主题，继续用前面的例子来说明。有4的人，你的安全感需求比其他人高，所以你愿意忍耐不舒服，随时戴着安全帽行动。但缺4的人，你讨厌限制感高过渴望安全感，所以宁愿迎接风险，也不要压抑自己的感觉。这个态度放在金钱观会变得非常显眼，因为你没有意识到内在安全感对金钱的需求，当然是想买就买，要用就买，哪有什么问题？
恐怖的是，买会额外给人及时麻醉的感觉，消费当下带给你强烈的掌控感和愉悦感，仿佛金钱兑现了，肯定了你的自我价值。以后的事谁也控制不了，不如先确保这一刻的快乐，等到月底你发现没钱不够用的时候，只好找人帮忙，但帮你的人一定会说你乱花钱。天哪，缺4的人该怎么办才好？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一个乱花钱的人通常给大家热情大方的印象，但现实是残酷的，只要你家没有金山银山让你花，当财务压力逼得你身心焦虑，状态不稳定后，乱花钱爱面子，负面印象会导致自己评价受损。要是缺4的你已经受够了，想要改善局面的话，必须从痛点最小的策略开始，用自动化和心理区隔，以最低的意志力消耗达到储蓄目标，脱离月光族。第一步，薪水切分，在薪水入账这天先还款，并把不心痛的金额自动转入储蓄账户或紧急基金。当钱在入账后瞬间消失，会让你将剩下的余额视为全部可花费的钱，降低对储蓄的抗拒。第二步，信封法，用现金来训练生活预算视觉化，将餐饮、娱乐、购物的预算现金放入指定信封，当信封空了，就代表这个消费本月必须停止了。第三，目标导向储蓄法，让储蓄与奖励挂钩。例如，我要存2万元去日本玩，是不是动力满满呢？用3个步骤结束乱花钱需要一点练习，缺4的人请把这3个方法变成你的习惯。这些方法是利用行为心理学协助降低你的抗拒感，毕竟人们更愿意为明确的快乐的目标储蓄。将储蓄与奖励挂钩，让乱花钱的人将省下的钱视为预先购买快乐，就像存2万可以去日本玩。当存钱不是单纯的牺牲，就可以提高持续力，让你逐步脱离财务困境，建立财务缓冲区，脱离月光族，并感受到储蓄带来的内在安全感哦。相反的，要是你的身边刚好有缺4的人，常常月底和你喊穷，甚至借钱，为了有安稳好日子，你也可以用这3个步骤引导缺4的人进化哦。看看他是在第几个步骤卡关，好协助他破关。例如是月初领钱就开心花的类型，那就用第1步骤，在月初要他还你钱，同时存钱。如果是吵着要买 Switch， 那就用第3步骤，要他存到足够的钱再买，取代沉重的分期付款。体验过没负担的快乐，缺4的人就会进化了。有人认为缺数是人生的考验，必须克服才行，但这是一个吓人吓自己的误解。在生命灵数 2.0 里，缺4的人只要建立财务边界，不拖累到旁人就好。说来你可能不相信，其实缺4是有好处的。当你对钱的看法很洒脱，才能做到不管是让自己开心或让大家开心，都是你花钱的好理由。既然如此，只要让缺4的人在安全范围内大方就好。用这些步骤，让当下的开心不会变成透支的包袱，做到了才能享受到真正的开心啊！喵喵大师希望你拥抱生命灵数的能量，认识自己的生日、灵数、剧本数、主题数、面具数、有数、缺数、流年，让数字的特性成为你实现人生的工具，选择自己有的擅长的部分来进行，累积有效的努力，成效才会看得见。只要方法对了，你的一切就会越来越满意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按赞，用灵数签到哦。如果你想知道缺4的灵魂到底想要什么，欢迎加入会员。只要每月请我喝1杯咖啡的钱，就能看到开启会员以来全部的5次元讯息哦。感谢加入会员和超级感谢的朋友，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好命的哟。